各位好，我是老岳，制裁小站。今天是2026年8月4号，周二。喜欢这类实盘和逻辑分析的朋友，麻烦顺手点个订阅。今天这期讲我自己的2笔买入，都是今天下的单。第一笔 N-Type 做企业数据存储的，这是我的系统连着2次排第一的票，干干净净的趋势股。第二笔海力士的美股 Sky， 这只不在我的系统里，是内存这轮杀杠杆杀出来的机会，我用小仓位进的。为什么同一天买的2只票，我要用2套完全不同的规矩来管？这就是今天的主题。上周4家科技巨头的财报，这2天内存股的暴力反弹都会讲到，但他们在今天不是主角，是我做这2个决定的证据。讲买之前，先讲上周那笔卖出，因为它是这一周所有决定的起点。KRYS 我5月5号288.5块买的，上周五360块全部清掉，赚 24.8%， 拿了87天。卖的理由只有一条，8月3号盘前出财报，而这支票的财报日记录很难看，我把它近9次财报当天的表现拉出来看，7次低开，其中2次收盘跌 14%， 就算业绩超预期也常常先砸一轮。2025年2月那次每股收益超了 6%， 开盘照样跌 4.7%， 再加上卖出前5天它已经先涨了 12%， 预期打得很满。结果昨天财报出来， KRYS 低开在320，盘中最低297，收盘跌 11.6%， 到财报日收盘，价格比我的卖价低了大约 16%。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说清楚，因为很多人对止损有误解。我原本的止损设在317，昨天开盘320，还在止损上方，所以不是一开盘就被打掉，是盘中价格一路往下走，跌到317的时候才触发，然后转成市价单去卖。真正成交在哪个价，得看当时的盘口，我没拿着，也就没有成交记录，不能事后假定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止损价只是触发价，不是成交价。行情走得快的时候，触发和成交之间是有距离的，跳空的时候距离更大，所以财报前的仓位决定不能指望止损替你做，真要靠止损兜财报，兜到的很可能是一个比你预想更差的价。好，说第一笔买入 N-Type 企业数据存储，我的系统7月28号第一次把它排到第一，那天167.5块，我没买，因为当时正卡在美联储议息的事件窗口。8月3号它还是第一，价格已经涨到183.5块，我还是没马上动手，今天我才买进去。从第一次入选到我真正买进，它涨了 12%， 其中到第2次入选那天已经涨了 9.5%， 也就是说系统提醒了2次，我在门口站了1个星期，白白让掉一层，这个我得认。我们系统有一条硬规矩，连续2次排第一的票必须说清楚为什么不买，不能用涨太多了，没什么故事这种主观印象去否决系统排名。这条规矩是拿钱换来的，以前有只票系统连推我没买，后面涨了 35%， 这次我又犯了一半。第一次不买有事件窗口的正当理由，第2次犹豫就是纯粹的贵不贵心理了。那今天为什么动手？因为该看的都看了，负面的那条也认了，它的形态叫 VCP， 收缩比7月28号是 0.2， 8月3号是 0.24， 2次都排在全场最紧的一档。这个词说人话就是股价这段时间的震荡幅度一轮比一轮小，说到只剩最初的2成出头。举个例子，一支票先在100到120之间晃，接着在108到116之间晃，最后在112到114之间只晃2块钱，成交量也一路缩小。这就是收缩，它为什么被看作好形态？因为震荡幅度和成交量一起缩小，通常意味着急着卖的人减少了。注意，我用的是通常，这是一条线索，不是证据，也可能只是大家都在观望，一有风吹草动照样砸。形态给的是概率，不是保证，所以后面还得靠止损兜底。基本面上，每股收益增长 23%，
营收增长12%，Piotrowski 财务健康评分8分，满分9分。再说一条外部证据，这条把上周的财报接进来了。微软上周财报 Azure 增速 43%， 比上个季度的 40% 还要快，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00亿美金。亚马逊的 AWS 增速 37%， 是18个季度以来最快的。这跟 NTAP 有什么关系？企业数据往云上搬这件事没有走弱，反而在加速。NTAP 做的是企业存储，帮企业管数据，不管数据放在自己机房还是放在云上，它都在这条链上。这里我得说清楚证据的分量，云巨头的增速是行业背景，不是 NTAP 自己的订单。他下个季度到底接了多少单，要等9月2号他自己的财报，所以这条只算旁证，说明他吃的那口饭还有人做，不能拿来当买入的理由。我买一只股票，不能只看图形好看，也不能把别人家的好数字算到他头上。负面我也说清楚，不圆故事。第一，他这波突破之前没做过像样的横盘，系统标注基底技术为0，意思是上方套牢的人消化的不够充分，属于偏追高的位置。第二，它离200日均线偏离了 41%， 虽然在我们 130% 的上限之内，也不算低位。这两条我不打算用故事去圆，交给止损兜底。止损放在入场价往下2倍 ATR 的地方。ATR 是这支票一天正常波动的幅度，止损离入场大约 7.7%。为什么用波动幅度定止损，不拍一个跌 8% 就走？因为每支票的脾气不一样，一支一天只动 1% 的票，跌 8% 是天塌了；一支一天动 7% 的票，跌 8% 可能只是正常呼吸。用固定百分比，等于让高波动的票天天把你洗出去，让低波动的票亏到你麻木。仓位上这一笔大约占我总资金的 12.5%， 比系统建议的还轻一点。因为位置偏高，我不想在追高的位置上放满筹码，真被止损打掉，认亏的金额大约是总资金的 1%。 他下一次财报在9月2号，4个星期以后，到时候要像 Chris 那样重新算一遍持有还是落袋。第二笔，海力士的美股，代码 SKHY， 今天买的仓位大约占我总资金的 5%， 它不在我的系统筛选池里，是我自己判断进的。这类仓位我叫观察仓，跟系统的趋势仓分开算账，规矩更严。先说为什么看这个行业，内存和存储这一波跌得非常狠，闪迪从高点跌了 56%， 海力士本体跌了 55%， 美光跌了 39%。 上一期视频我详细讲过原因，简单说是3件事叠在一起，涨价的加速度见顶，中国的长鑫存储上市带来供给预期，韩国散户的杠杆盘爆掉。最猛的是最后一条，韩国有120万个杠杆账户被追加保证金，36万户被强制平仓，券商的市价单直接往下砸，越砸越跌。这2天变了，反弹很猛。我先说清楚这个反弹的成分。2个真实催化，一个是美国一家大机构出手，接住了一只重仓 AI 和内存正被逼着卖的杠杆基金，强制卖压少了一大块。另一个是闪迪和海力士牵头的高带宽闪存标准发布了第1版规格，技术故事往行业标准那边走了一步。这2条都来自媒体报道，我没有一手材料，说的时候留个余地。但这个反弹里有很大一块可能是空头回补，也就是常说的假空。先说清楚假空是怎么回事，因为它涉及3方，做空的人先从券商那里借股票卖掉，赌它继续跌，跌了再低价买回来还券商，赚差价。现在价格突然反着涨，他借的股票越涨越贵，亏损没有上限，券商还会催他追加保证金，他只能被迫买回来止损。这笔买单不是看好公司，是被逼的，但他照样把价格往上推。我查了这批票被做空的比例， AOI 有 12.9% 的流通盘被做空，2天涨了 36%， Light 12.5%， 涨 16%， 美光只有 3.2%， 涨 6.9%。 被做空的越重，涨得越猛，
这个排序和空头回补参与其中是吻合的，不过我得给这个判断打个折。做空比例的数据是交易所定期公布的，有滞后，不是反弹当天的实时数字。而且空头回补本身也是真金白银的买单，不能因此断定没有新的看好者同时进场。所以准确的说法是，这波反弹和空头回补的解释吻合，但我没法证明它主要由架空推动。顺带说一句，上一期视频我讲过一个观察，国家级的股灾最后往往是美国的大机构来接货，因为只有他们手里现金够多，敢在恐慌里出手。这次接盘那家就是华尔街的老牌基金，这个规律1周之内就应验了。那为什么还是买了，而且挑了海力士？长期的需求方向我认为是清楚的。全球每年生产的数据量在往上走，行业机构的数据是2023年132则字节，到2028年将近394则字节，5年3倍。这些东西都得存在什么地方？存储的需求跟着走，就算 AI 的预期落空一半，电脑、手机、汽车、数据中心也都离不开内存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这一轮是杀杠杆，不是需求塌了。在这个行业里挑海力士，理由是它跌得更多，但东西不差，它是高带宽内存的龙头，跟大约10家大客户签着多年长约，2季度营收和利润双双创纪录。估值上，它的前瞻是盈率 4.4 倍，美光 5.7 倍，同样的东西谁便宜买谁。不过这个便宜里混着好几样东西，这一点我特意想清楚了，也是今天最想跟大家讲的一段。海力是比美光多跌的那部分，我能想到至少3个来源。第一，整个行业周期的杀估值，这个2家都有，买谁都一样。第二，韩国市场的长期折价、治理结构、汇率、外资进出的通道，这一套东西让韩国股票长期比同类便宜，业内叫韩国折价。它存在几十年了，危机过去也不一定还给你。第三，这次踩踏砸出来的超额跌幅，杠杆强平是被迫卖出，不问价格。砸出来的坑跟公司好坏关系不大。这里必须说实话，这3样在股价上是混在一起的，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算，也不知道各占多少。我压的是第3样有修复空间，但这是一个假设，不是我已经看清楚的事实。正因为分不开，我才只能用很小的仓位去验证它，而不是重仓压上去。还有几个我可能想错的地方也得摆出来。涨价减速和中国供给可能真的下调了未来的盈利。那前瞻是盈率 4.4 倍就不是便宜，是利润见顶的信号。海力士和美光的产品结构、资本开支、治理都不一样。说它们是同样的东西，是我说的太顺口了。不过这个定性还是有用的，因为它直接决定仓位和退出。如果我以为自己在买价值回归，我会买中拿9，跌了加仓。我知道自己买的是踩踏修复，那就只能小仓死止损，修复完就走。同一只股票，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，决定了你会怎么亏钱。修复完就走，具体是什么条件，我给自己写死了2条。它相对美光的超额跌幅收窄到踩踏之前的水平，或者股价重新站上20日均线，并且韩国那边不再创新低，到了就减，不等它涨到我幻想的位置。具体的规矩我也说给大家听，仓位占总资金 5%， 止损放在这波反弹起点的低点下方，大概是入场价往下1/7，真被打掉，认亏的金额不到总资金的 1%， 这个数亏掉不影响任何事，这就是小额的意思。另外3条自己给自己定的死规矩。第一，韩国指数如果再跌破前期低点，我不等止损，直接走，因为那说明杠杆清理还没完，我的前提错了。第二，如果它涨回20日均线上方，我就把止损抬到成本附近，把风险敞口收掉，注意是名义上收掉，真跳空的时候照样成交在更低的价。天下没有真正免费的持仓。第三，不加仓，不恋战，想加仓等它变成系统类的信号再说。我买它的时候并不觉得危机过去了。韩国本体现在还在20日均线下方 14%， 那边的清理没走完，美股这边的反弹才2天，
所以这是一笔右侧还没确认就进的小额试探，赌的是修复，不是抄底成功。顺着这里讲一个更大的判断，也是我这两笔仓位都不敢放大的原因。上周4家巨头的财报，云的数字确实好，好到能支撑一个判断，云还没到饱和。现在公有云占企业信息技术开支的 45%，5年前才 17%， 占比这些年一直在往上走。要说明的是，剩下那半边不全是企业机房，里面还有电脑、手机、人员工资、软件和通信费用，所以别把它整个当成云还能吃下的蛋糕。但从占比这个方向看，迁移还在进行，这一点是清楚的。云的收入好，跟 AI 已经赚到钱还是两件事。付钱的人里，一部分是企业上云这个老趋势本来就在发生，另一部分是拿着投资人的钱烧算力的 AI 公司，而这些公司的钱有不少就是云厂商和芯片厂商自己投的。钱在这条链上转圈， AI 公司拿到融资，买硬件买云，硬件和云公司收入好，股价涨，再回头投给 AI 公司。我不敢说这个圈子现在主要靠资本推动，这个我没法量化。我能说的是终端到底掏了多少钱，目前还看不清楚。企业端的调查里，有机构说 57% 的公司觉得 AI 回报赶不上投入，也有机构说80%多的公司报告了正回报。不同调查的样本和口径差很多，互相打架，这本身就说明还没到能下定论的时候。Meta 这次的情况也只是一个侧面，广告收入涨 28%， 但每股收益比预期低了 14%， 盘后跌了 10%。 利润被什么拖累？是 AI 投入还是别的开支？得等它把费用明细摊开才知道。所以我的态度是长期看好，但现在得看 AI 能不能多点开花。我说的闭环，意思就是最后有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和普通人持续掏钱，把这轮投进去的钱赚回来。这一天没到之前，硬件上游的价格就是靠预期撑着的，波动会一直很大。这也是我在海力士上只放一点点仓位的原因。今天系统推了5只买入，我只拿了 NTAP， 其他几只为什么没要也说一下。因为不买的理由往往比买的理由更能说明标准。VCEL 是回踩入场，位置比 NTAP 干净，下次财报还在11月，其实很不错，我只是不想在同一天开3个新仓。FTNT 和 OCART 跟 TAP 是同一个板块，一起买等于把同一个主题压2遍，看错了一起错。CHEF 的相对强弱指标72，位置偏热。内存里跌得最狠的几只我也逐个看了，都没买。闪迪明天就出财报，一只1年涨过55倍又腰斩的票，财报前一天进去，那不叫抄底。超微跌了 59%， 但它有过会计问题，毛利率也低，跌得很有它自己的道理，便宜的烂公司是这类策略最大的坑。CoreWeave 和 Nebius 跌最狠的原因是基本面真的变了， Meta 要出租自己富余的算力，直接抢他们的生意，跌得多和值得买是两件事，中间隔着一句为什么跌。总结一下，今天2笔买入，2套规矩。 NTAP 是系统信号，按系统的止损和仓位管理，趋势走坏就走。 Sky 是我自己的判断，按观察仓的规矩管，小额死止损，修复完就走，前提正伪立刻认错。同一个账户里2类钱不能混着管，这是我这些年最重要的一条纪律。持仓披露，今天讲到的公司里，我持有 NTAP 约占总资金 12.5%， 持有 SKHY 约占 5%， 2笔合计不到2成，都是今天买的。另外我还持有一只医药股医痛，这期没细讲。其他提到的公司，微软、亚马逊、Meta、苹果、闪迪、美光这些我都没有仓位，风险照实说。 NTAP 是系统信号，但它突破前没做过横盘，离200日均线偏离 41%， 是偏追高的位置。 SKHY 更明确，是逆着当下趋势的判断仓，韩国那边的杠杆清理还没走完，右侧完全没确认，我是拿小钱去试一个假设。2笔的止损都已经在券商实设，触发就走，不商量。这个月我在 VKTX 那笔上就亏了 14%， 趋势交易的亏损是常态，
不是意外。本期所有数字的来源都放在视频简介的文字版链接里，可以去核对。这期是个人操作记录和观点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也不承诺任何收益，请独立决策。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，麻烦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